没有一句话提到赖清德，句句都在讲赖清德。还是阿扁厉害。民主一定要有界限，就是讲我说的算，你意见跟我无同款，你就是叉叉同路人，我卖我别提，尊重无同款的意见，那是民主真正的内涵。赖清德跟青鸟一点内涵都没有，他们只有独裁，他们是最大的民主背叛者，戒严退步党。青鸟跟扁迷掐起来了。既然有能力演讲，就勇敢去面对司法，别做我们台南人的脸。有力气演讲就该关回去啦。扁迷说，司法不公，司法没有改革，丢台湾人的脸是台湾的司法。陈总统没有丢我们台湾人的脸。青鸟就是青德鸟，所以青鸟被骂扁护赖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阿扁做了一场13分钟的演讲，他里面呢狂酸赖清德啊，结果就被青鸟出征了。民主上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多元加包容。团结分裂，互相制衡，无迄个讲啥物人咧上介大，拢说袂使批评的，袂使有杂音的，无食到啊你无啊。阿扁在2025黄信介纪念讲座谈台湾民主的韧性与转型，由凯达格兰学校所创办，这是一个独派的组织哦。虽然他讲这个演讲我很欣赏，但我必须说了，该关回去还是要关回去啊，否则司法法治没办法畅行。民主之路是上介正确的一条道路，虽然民主就是一个慢慢来的政治，但是呢，无比民主更较好的、更较对的道路。好，这里阿扁开场啊，充分展现了他作为在1980、90年代呢成长起来的认知，因为阿扁是1950年生嘛，他的意识形态的凝结，1970、80、90刚好是越战哦打得很泥淖，整个嬉皮文化，整个所谓的西方哦进入了一个社会的这个解放跟多元的时期啊，所以那时候叫做勃勃生机啊，万物锦发的世界。在那个年代呢，民主是一路高歌猛进哦。70年代阿扁20岁，民主在越战呢所点燃的这种社会运动，接着到了80年代，雷根啊开始让美国呢占据了在美苏之争的上风哦，那时候阿扁30岁，到了90年代阿扁40岁，苏联垮了，所以对阿扁的认知来说，民主是绝对正确的道路，他是福库亚马民主终结论的一个信仰者，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。对比师公，他是祖师爷啦。所以咱选择民主之路绝对无怨无悔，民主就是人民当作是国家的主人，当作是总统的头家。民主上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多元加包容，团结分裂，互相制衡，无迄个讲啥物人咧上介大，拢说袂使批评的。一套连招下来哦，直接把师公打得鼻青脸肿啊！赖师公啊，不能批评，不能制衡，没有包容，拒绝多元。每一句话都在骂赖清德，没有一句话有赖清德，这个水准非常的高。袂使有杂音的，无食到啊你无啊，无迄个一言堂。民主时代无可能有一言堂，所以少数的声音，互你无介意听到的声音，你嘛是爱伊尊重。民主一定要有界限，袂使讲我说的算，你意见跟我无同款，你就是甲啥物叉叉同路人。哇，这句话完全在胖揍青鸟。所以呢，无爱卖黑白地。尊重不同款的意见，那是民主真正的内涵。意思是什么？赖清德跟青鸟一点内涵都没有。根据国民主权原理，国家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，不是总统上介大，总统一个人的决定，也不是执政党会当替咱来决定一切。哇，他讲的是宪政原理，靠的是赖清德的脸。靠的是卓荣泰的脸，所以426上街核心是反独裁、反暴政。台湾人信仰民主价值，民主价值就是制衡权力，制衡的权力不会产生暴政。民主是一个普世的价值，是基本的人权。好，先讲啊，民主是普世价值、基本人权，对不对？哦，举了一个大旗，包括一条民主的公民投票，民主公民投票，谁没收了公投？袂使来阿伊剥夺。蔡英文没收了公投，赖清德没收了公投，应该袂使来限制。那如果阿伊没收，迄就是100%的唔对。所以谁错？蔡英文100%错，赖清德100%错。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应该爱揭秘的人格特质，包括三性。重点来了，不是三生有幸，第三种的性格一定爱有，就是讲大性、论性、加恶性。大性就是
就是讲爱有担当，个性就是咧讲爱有冒险的精神，啊那论性就是讲爱有够坚持。这三星在说赖清德啦，没有坚持只会跪啊。没有担当只会躲啊，没有个小只会装啊。面对着过去威权统治的血腥镇压，也是讲节节的民主乱流，咱犹原生生不息，但永远袂折断，更加袂服从。这句话其实蛮讽刺的，因为最大的贪污仔。这摆目前发生的代志，合理来三检五选，看见人民的荷包，这是立法委员的天性。反对党顾名思义为反对而反对，那也无可厚非。但是呢，太过情绪化，太过政治化的一力统山，或者滥山，这个消费，那过去做的不及，过犹不及，拢总无。一时间真正，哎呀，这摆目前的国会殿堂啊，立委事工，哎呀，安尼拜托啊，免得的一个所在。很亲，你知道吗？而且顺便保护了一下自己。啊，加啦，国会改革，什么调查权、行政权，啊，问题处理最几啊？啊，出一个把到底你是要3000分力，还是5000分力？哎呀，僵尸老的啦！中华民国的国统混乱哦，宪政的混乱哦，这是没办法的。今天最大问题在这里，而这个就是当年李登辉修宪所埋下的最大的洞啊！你又不把权限交清楚，结果搞到最后行政权独大，总统独大。那么可能亲像讲美国咱总统制，你看咱总统偌大，关税要偌济来，你偌济，咱唔是总统制，咱嘛唔是内阁制，咱嘛唔是乡绅制，咱的以前这是欧罗巴制，到阵那个欧罗巴制。我操！哦，这是台湾的俗语啦。乌鲁木齐在台湾指的是乱七八糟啦。他讲这个相当于是重重的把李登辉的脸给打成猪头山，你知道？李登辉就是台湾民主现实乱象的最大的罪人。从阿扁这句话就可以判断出来，因为李登辉把我们的体制改成他讲说叫双手掌制，事实上是欧罗巴制，所以李登辉不是民主先生啊，独裁先生啊。权责不明，自然就会形成独裁滋生的温床嘛。大法官绝对不是所谓的万能的上帝，唔好当代志勇敢要请大法官出来啦，要做公亲啦，伊唔是上帝啦，唔是万能的上帝。又在敲赖清德，每一句话都在敲赖清德，把大法官操纵出来的，不就上帝这上帝吗？所以大法官是上帝，而赖清德是万能的上帝啊！也不要利用大法官，陷大法官于不义。我们现在推动一个真议题的公投案。这我就不会啊！2004年全民公投，我就利用公民投票法，迄当时的第17条，什么叫做第16条？当国家遭受外力威胁，地属国家主权有改变的余虑，至于总统会当经过行政院的决定，就国家安全的事项交付国民投票。所以呢，你咧不假议题，我来不真议题，啊，真正有影。咱总统讲的啊，第二点啊，是咱这个境外军队势力啊，咱目前国家遭受外力的威胁啊，咱来形同外水啊，不该主权事实有可能改变啊。啊，哪呢？大概真正改变袂有啊？啊，总统就会当来启动，只有总统才会当来行使这个防卫性公投的提案。指桑骂槐，听得懂吗？明面上是说在野党在推假议题，实际上是在酸啊赖清德啊，现在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吗？现在不是国家很紧急吗？赶快啊，公投拿出来用啊！他就是在考试赖清德态度是假的啦，扁迷跟青鸟就掐起来。既然有能力演讲，就勇敢去面对司法，别对我们台南人的脸呐！有力气演讲就该关回去啦！黄信介地下有这肯定大骂不会过的啦！扁迷说司法不公，司法没有改革，丢台湾人脸是台湾的司法，陈总统没有丢我们台湾人的脸。阿碧啊，不资格对赖总统指指点点。青鸟就是青德鸟，青鸟不是绿鸟，很多人都搞错青鸟是绿鸟，不，青鸟就是青德鸟。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以前和现在中共力度不可同日而语。阿比亚总统啊，是我非常崇拜的政治人物啊。但是为了台湾的永续发展，心胸更宽广，还有真的是时代不同了。我看啊，应该把你关回去，才能证明民进党不是双标的。为了台湾前途，我相信你很乐意才对。今天就有人做了一张图啊，清算不是对付在野势力的最佳方法。好，现在你也是中共同路人啊！这事情甚至上了新闻啊！
阿扁惨遭青鸟出征啊，资深扁迷气炸发声啊。谁是资深扁迷呢？招之立委。铁杆扁迷警告绿营的朋友与迄今的扁友们，陈总统在4月19号凯达格兰大道举办的演讲提到，应包容多元意见，动辄扣红帽清算是不对的啊，是不是对待在野党方式人士的好方法，以及当权者应释出善意对话。阿扁不惜以酸自己的方式来点出合理化腐败滥权的事实。所以陈超之哦，果然是真扁迷啊！更好笑的阿扁哦，杀人还要诛心呐！19号发表了那一篇演讲之后，青鸟各种崩溃，各种出征。他20号啊，马上访问一个人，叫谁呢？叫做王定宇。那你青鸟在出征啊？看你青鸟绿还是王定宇绿？王定宇妈绿到会出汁的。阿扁也很有意思，阿扁又发了一篇扁担物语。阿扁说。叉叉同路人，2025年4月19号，阿扁在凯达格兰学校性改纪念讲座，以台湾民主的韧性与转型，并公开演讲。开场白提到民主是多元包容，并表示民主的真正内涵是对少数的声音爱尊重包容，每当讲意见无同款，就是叉叉同路人。最好玩的地方来了。他故意说阿扁说的叉叉同路人，他在戏耍青鸟，你知道吗？他在修理清德鸟，那些小青鸟，我在被当叉叉同路人的时候，你们他妈鸟蛋都还没生出来吧？这个就是馆长常常在讲的，对不对？阿扁的意思是说，我来跟国民党在对战的时阵，给人讲做叉叉同路人，你连出事都无啊！我讲拜登当选，你干嘛给出征？你干要810块啦？还有啥？然后呢，这个阿扁我们不要了，准备送回去土城啊！扁黄有东西吧？赖皮还是赶快把他抓回去哦！阿扁小心哦，你脑袋那么清楚，等等某某人就把你关回去了，真的太好笑哦。然后呢，当然赵少康也出来声援了啊，台独金孙连阿扁都要打成中共同路人。